活了27年，才发现我和颜昭是被错报的。我们各自认亲后，因商言两家有婚约，文陆两家亦有婚约，4个家族利益捆绑极深，所以必须商量着怎么解决这2桩婚事。阿琛，我也没想到当年2个孩子会报错，如今换回来了。商家和颜家的婚约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是照旧娶颜昭呢，还是换成文熙呢？爸妈，我暗恋了金怀哥5年，我想嫁给金怀哥。既然昭昭喜欢金怀，那就换亲。严总、严夫人，你们觉得呢？难得昭昭有喜欢的人，我们自然是没意见的。金怀，你觉得呢？如果大家都决定好了，我没什么意见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！这真是。明明也是我的婚事，可自始至终都无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文小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2个婚约，事关4个人，为什么只问颜昭的意见？文小姐，你可以说出你的真实想法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外界皆传商臣冷漠无情，寡淡无趣，可却只有他会在意角落里的我。我愿意。还我说2位先生，你们2个是自愿结婚的吗？啊？自愿的。那老公主动点嘛，咱们这是被迫娶的。嗨，对，就是这样啊！来看我这里，来，1、2、3，笑。师傅，新婚夜我有没有打扰到你？商臣还没回来，我独守空房中。商总新婚夜就冷落你啦？他应该是还在忙吧。师傅，那你对这段婚姻现在是怎么想的呀？你喜欢商总吗？喜欢谈不上，但他人挺好的，很适合我。就只是合适？那你就只打算跟商总做个豪门塑料夫妻，相敬如宾一辈子啦？商业联姻，爱是奢望，我无法保证我去爱他，更无法要求他来爱我。能相敬如宾，挺好。那多可惜呀！好啦，早点休息。商总，您今晚还回家吗？平日里看着谨慎有礼的，没想到睡姿这样霸道。算了，他最近应该挺累的。
商晨昨晚回来了，但没在主卧睡。他是想分居吗？夫人你好，以后由我负责照顾您和先生的生活，有什么都可以吩咐我去做。好，先生呢？先生去公司了。那你帮我把主卧里他所有的物件搬去次卧。才新婚，先生和夫人竟然要分居了。是。先生，有件事要跟您汇报。胡女士，法院的离婚判决已经下来了。如果你对被告还有感情的话，可以协商重新领证。我老公虽然家暴出轨，还奸下告我债务，但他只是一时迷失。你能不能帮我把离婚判决撤掉？胡女士，很晚了。胡律师，你相信爱情吗？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先挂了，早点休息。看够了吗？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是次卧的浴室出问题了？没出问题，但我有问题想跟你谈谈。商总想谈什么？我们聊聊分居的事情。说清楚也好。为什么让阿姨把我的东西搬到次卧？你不想和我睡一起？昨天刚领完证，晚上你去了次卧睡，我以为你想分居，我尊重你的意思。我昨晚回来，你睡姿不太好，不好打扰你，我才去了次卧。我没有分居的打算。抱歉啊，我理解错了，我去把你的东西搬回来吧。不用，我没让阿姨搬。很晚了，睡觉吧。所以，我和商晨要睡在一起了吗？就算是联姻，夫妻生活也是义务，没什么好矫情的。你要做吗？我只是想关灯。你有兴致吗？没有。既然我们已经是夫妻，也没有分居的打算，那夫妻生活也是维系感情的方式之一。但我不会勉强你，你如果准备好了，就告诉我。谢谢。晚安。Tell me are you listening? Word is moving fast. Here's all my secrets, how like that? 想笑着的表情，想假装镇定，却按耐不住开心。我有奇怪的直觉，一想起心动的铃就响个不停。
今天回门要去文家吗？不用了，文家没有聚餐的习惯，我哥也在国外没回来，没必要去，反而打扰人家。看来他虽然与文家两老不亲近，却和他大哥文州关系不错。那严家呢？我上午有个庭，下午才有空。下午5点我去接你。不用麻烦了，约好时间我们一起到就行。联姻而已，他竟还准备了戒指。抱歉啊，结婚匆忙，只准备了这个，先带着吧，免得家里人看见我们不戴婚戒，会胡思乱想。不用道歉，你准备的很周到，谢谢。你这才几天嘛，又往回家跑？想你了嘛，就想回来看看。严昭居然也来了。西西回来了。爸妈，阿晨呢？他公司有点事，晚点过来。哦。严昭不知道你们下午回来，所以他也过来了。上午下午都一样，他随时可以来。当初说好了，换亲之后两家正常来往，我没那么心窄。本来就是，我姐是您亲手养大的，难道就是因为不是您亲生的，连回来见您都需要避着吗？臭小子，闭嘴！行啊，亲生女儿回门，看我都不顺眼了是吧？阿旭，不能这么跟爸爸说话。好，都听姐的。文熙姐，是我的疏忽，你别怪爸妈。但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你都能好意思，我当然不介意。文熙，我劝你说话不要太过分。这个永远是我姐的家，我姐爱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爸妈养了她整整27年，你以为回来就能夺走她的一切吗？是，你说的对。文熙不仅在文家过得不好，严家人竟也这样待她。阿晨来了，坐。你刚才说了什么？再重复一遍。他在帮我出气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的。今天下午降温了，怎么不多穿点儿？不冷吗？还行，我不冷。这还是除了大哥，第一次有人在意我冷不冷。之前陆金怀对文熙就很好，现在商臣这么冷漠寡淡的男人，竟也会护着他，装出来的吧？你们今天怎么也来岳父岳母家了？严昭说他想爸妈了。对啊，我毕竟从小在爸妈身边长大，我也想进。合适，下次还是记得分开来。姐夫，他都说没关系，我姐回来总能让家人赶出去吧？您是长辈，我是晚辈，本来这些话我说不合适，
但文熙是我妻子，我不能看着她受委屈。岳父岳母和文家商量好，即便是两家换了孩子，也照常走动。但亲生女儿和养女之间的分寸应该把握好。起码文熙没在延昭3朝回门的时候去文家拜访，不是吗？是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抱歉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我没想那么多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下次多想点。文熙姐，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如果你是真心的，那我接受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你先去车里等我一下吧。商总，能聊两句吗？可以，等我一下。好。文熙小时候生过病，感觉不到冷，每年换季降温的时候都会生一场病，你注意着点。谢谢提醒。啊，你别误会，这句话不是以前未婚夫身份说的，是听我的好兄弟文周说的。文熙是他一手带大的，文周从小把他当命根子疼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最近他在国外出差，两家换孩子的事他不在场，估计等他回国还是有一顿闹的。知道了。外界传闻商城古板无序，看来确实不是谣言。不知道文熙和这样性格的男人过日子会不会闷死？走了。刚刚陆金怀和你说什么了？说你感知不到冷，换季就会生病。我确实有这个毛病。前段时间天气还算暖和，没注意，忘记告诉你了。我以后会多注意的。我这位新婚丈夫还挺体贴，谢谢。我们是夫妻，关心妻子的身体健康是应该的。不是这件事。刚刚你替我讨回公道这件事，我和你道谢。别说夫妻不夫妻的话，我们也没熟悉到这种地步，也不算什么大委屈，你完全可以无视。但你做的挺好的。真想要感谢我的话，可以请我吃饭，顺便我们也可以培养一下感情。好，我会和你秘书预约时间的。不用和我秘书预约，直接给我发消息就行，我还不至于忙到连自己老婆的信息都没时间回。就算只是联姻，商城却也在认真对待，我也应该投桃报李才是。如果有天梦里出现。陆景华，你是我丈夫，刚才商城和文熙让我那么难堪，你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会选择文熙回门的时候去援交，本来就是不对，还对文熙出言不逊，你让我怎么帮你？你根本就是心里还有文熙，你后悔娶我了是不是？要不你怎么心心念念去提醒商城说文熙怕冷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和文熙的大哥本来就是好兄弟，
我和文熙也算是青梅竹马长大，我帮忙提醒一个人，你想太多。是我想太多了，还是你心里有鬼啊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停车！你干嘛？陆金怀，你去哪儿？陆金怀！妈，陆金怀他因为文熙欺负我。我还有个会要开，你先休息吧，不用等我。能给我5分钟吗？我有话要说。可以。陆金怀和你说我的事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。若是严昭跑来和我说商臣的喜好和习惯，我肯定不会开心的。他还挺大度的，你说不介意我就相信了。不过我还是需要解释一下，以免我们之间出现什么误会。你说。我和陆金怀是为了应付双方家人而定的婚约，期限是3年。若3年之后各自没有喜欢的人，就凑合过；若有，就解除婚约。我们之间没有感情。知道了。这么平静寡淡的男人，真好奇以后会为什么样的人所折服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文熙小时候生过病，感觉不到冷，每年换季降温的时候都会生一场病，你注意着点。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那边，是梦的直觉，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世界。始终抵达着，不停歇。是商臣怕我冷，特意为我做的。确实是个体贴细心的丈夫。这段婚姻似乎也没那么真。你没戴戒指。哦，不太适应，工作上也不太方便。我今天要出差，短时间内不会在家。知道了。原来他准备婚戒，也只是为了应付家里人而已。师傅，
你终于来上班了。你最近提防着点那个严昭啊，别被他给粘上了。我闺蜜是陆金怀的妹妹陆芝，她昨天晚上跟我说，严昭因为你跟陆金怀给吵了一架，现在俩人要闹分居呢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说白了，严昭不是抢走了你的未婚夫，还有你的婚事吗？他现在看你过得比他好，他不甘心，那就得使劲做，要全世界都得围着他转才行。好了，别八卦别人的事了，赶紧工作去。知道了。两家孩子换回去后，他没再联系过我了。喂，西西啊，我过几天要去你律所附近，我们也好久没见了，一起吃个饭。好。你知道昭昭和金怀最近在闹分居吗？听说了，闹得愈发厉害。你回门那天，你老公训了昭昭，说他不该去严家。还有，陆金怀专门去和商城提醒你怕冷的事儿，也越界了。所以你今天约我吃饭，就是特意为了替严昭教训我出气的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妈就是想来求你件事儿。昭昭啊，最近心情不好，他们夫妻闹矛盾，主要原因又是你。你最近就不要回文家了，免得和他碰上，让他看着心里难受。原以为宁锦因婚礼不顺才不爱孩子，如今看来，他只是不爱我。也不是不让你来，你就避着他点儿。还有严家那边，你别和他碰见就行。您都开口求我了，我当然不能忘恩负义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There is a candle and it's always burning. There is a light, but I cannot go.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 Lost in a world so cold. 当时忘了，大哥应该在忙，估计没空。商城吗？我和他似乎也没到那个点。商总，关于东城的项目，我们预备。商总，抱歉，我忘记关静音了。谁的消息这么着急？是女朋友的消息，我们新婚期是粘人了点。商总，您和夫人也是新婚期，想必夫人也经常给您发消息吧？商总，您上周都出差1周了，夫人不会一条消息也没给你发吧？其实身为男人，我们应该主动一些，婚姻嘛，是需要经营的。你可以下班了。是。睡了吗？
准备睡了。今天做什么了？就上班啊。商晨不像是会问这些无聊问题的人，他怎么了？商总有事不妨直说。喂？我都已经出差1周了，这段时间你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发过一条信息。这不是正常夫妻的相处模式。抱歉啊，我是第一次做人妻子，不太懂。那商总觉得什么是正常的夫妻相处模式呢？大抵是像我爸妈那样的。商晨的父母是圈内出了名的金童玉女，恩爱非常。我们只是联姻，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夫妻间的相处模式因人而异，都是根据日常生活来调整的。比方说，妈做饭插花，爸就会在旁边陪伴帮忙，爸也会隔三差五的给妈准备惊喜。但这样的夫妻相处模式大概不适合我们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？怎么试？先从换称呼开始吧，别再叫我商总了，你又不是我下属。那叫什么？老公？遇见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喜欢你。你若愿意叫，我接受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应该多打电话多聊天，才能尽快的熟悉彼此。好，要记得。就是打个电话嘛，心跳那么快做什么？夫人，今天降温了，多穿件外套吧。是商神让你提醒我的？是啊，先生前段时间让我多看天气变化，提醒您多加衣服。他现在就算在外出差，也一直记挂着您呢。他有心了。나의 모든 사랑이 떠나가는 날이 당신의 그 웃음 뒤에서 함께 하는데 절이 없는 욕심에 그 많은 万家灯火犹如繁星 당신이 있는 건 아닌지 아니겠지요. 저 여린 가지 사이로 혼자인 날 느낄 때 师傅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？有事？下班了，一块去吃个晚饭。喂，西西，有人送来了一箱新鲜的螃蟹，
如果你今晚有空的话，就回来一起尝尝吧。只有我和你爸还有延旭。好。那我等你啊。去不了喽，回家吃螃蟹。师傅，你胃不好，吃不了寒凉物，干嘛还要答应呀？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嘛。走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昭昭突然哭着回家，我事先也不知道，正准备给你发消息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就还是陆金怀和昭昭闹点小矛盾。文熙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不能回来吗？对不起啊，文熙姐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没想那么多，来之前也没提前给妈打电话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们的。西西，昭昭是因为太伤心了，说错话了，你别介意啊。原来我试图抓住的那一点点亲情，也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。想来你们还有一些体己话要说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西西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好歹吃个饭再走吧。今天的螃蟹很不错，是你爸特意买给你的。你尝一些吧。我胃不好，吃不得螃蟹。原来西西吃不得螃蟹，却还是答应来吃晚餐，而我又再一次冷落他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明明以前我有委屈，妈都会耐心劝我，无条件宠着我，今天却因为文熙而对待我。妈，昭昭，你下次回来之前，能不能提前先打个招呼？总是这样突然到访，你的事情很重要，别人的事情也很重要。妈，你是在怪我吗？就因为我不是您亲生的，现在我在外面受了委屈都不能回家吗？陆金怀不过是提醒商臣几句话，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甚至没有和西西单独说过话。你这样不依不饶的闹，这就是你想过的生活？我知道了，你们都怪我，怪我抢了文熙的婚姻，逼她嫁给商大哥。可是妈，文熙要是不想嫁，她可以拒绝呀，凭什么现在怪我抢了她的婚姻呢？如果没有西西和陆金怀的婚约，你能如愿嫁给陆金怀？昭昭，你不能得了便宜还怪西西不肯争取，你这是在欺负她。昭昭，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你是27岁，不是17岁，做事能不能成熟一些？好吧，别哭了，昭昭也该懂事了。不是因为这个，
我们认回西西这么久，却不知道她不能吃螃蟹，也不知道她换季的时候会生病。我们真的太不称职了。我早说过了，2个孩子只能留1个，你该做决断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怎么在家？不是还有几天才回来吗？我听阿姨说你这几天胃口不好，脸色也不太好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能说说吗？宁女士来找我，让我避开严昭，我同意了。只是不巧去严家又碰见她了。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久，但我不认为你是个会忍气吞声的人。宁女士毕竟把我抚养成人，只要要求不过分，我没关系的。但我有关系。我说过，我商臣的妻子不能受委屈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已经找岳母聊过，她会和严昭说这件事儿的。谢谢。两家既然换了孩子，各自管好自己的孩子就行了。本夫人不该来找你，严昭做事没分寸，本夫人也一样，不能两边的委屈都让你受。没想到在两家错综复杂的关系里，第一个给我公道的人，竟是我以为要相敬如宾一辈子的联姻丈夫。我买了一款不错的咖啡豆，给你煮一杯，以示感谢。麻烦了。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。 那颗炙热的烟火，一直是你为我亮着。怎么没戴戒指啊？戴不习惯，也不太方便。你没戴戒指？哦，不太适应，工作上也不太方便。看来是我做错了。我们再聊聊婚戒的事儿。什么婚戒的事？上次我把婚戒摘了，是因为我不习惯佩戴首饰，当时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，是我做的不对。从来我所有的情绪都需要自己消化，久而久之，喜怒哀乐都不再外露。商臣似乎总是能敏锐地觉察到我的情绪，并且及时纠正。它是一座白色的我原谅你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当人丈夫，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够好。我希望如果下次让你不开心了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我尽量。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去看案子。没想到客户送的一点小礼物，居然是避孕套。怎么买这么多啊？你要是有需求的话，当事人送的，我现在拿去处理。不用，我来。
不是要丢了吗？你要把东西拿去哪儿？为什么要丢掉？不是迟早用得上吗？喂，西西，我们和文家已经商议好了，除非以后有必要，两家不再有来往。这件事情我也通知了昭昭。知道了。西西，年锦私下找你，让你躲着点严昭的事情，你怎么没告诉妈妈？他心疼严昭，我能理解。他心疼严昭，可我也心疼我的亲生女儿啊。年锦在私下找你，你告诉妈妈，让妈妈来处理。西西，都是爸爸妈妈不好，在你和严昭之间摇摆不定，才伤了你的心。妈妈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们一次对你好的机会，好不好？西西，过2天来家里吃饭啊，这次不会再有外人了。好。怎么了？我妈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跟我道歉。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估计迈不出这一步。以后你的公道，我来替你讨。之前也没注意过，原来她长得这么好看。也许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商总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就当是感谢，也可以当是约会。周五晚上我有空，那就周五晚上。师傅，收拾这么漂亮，准备去约会呀？不是说好了打算和商总相敬如宾的吗？这么快就约会去了？就是突然觉得商城当老公好像也挺不错的。师傅，我支持你，人生那么长，总得尝尝情爱是什么滋味的嘛。别提了。我脸上有东西。你化妆了吗？毕竟是约会，想着要郑重一点。很漂亮。谢谢。吃饭吧。我和商尘虽然结婚一段时间了，但仍旧是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要发展感情的话，还是得多了解一下他。你有什么爱好吗？钓鱼、高尔夫，偶尔会健身。很健康的爱好。我爷爷也爱钓鱼，退休之后每天雷打不动，早8晚5，只是收获很少。他是在嫌我老吗？送给你的礼物。出差礼物。约会礼物。古板无趣的老男人，
居然还会准备约会礼物。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那边，是梦的有一点惊讶，商总不像外界传的那样古板无趣，还挺会的。初遇的一夜，商总，您晚上第一次和夫人约会，一定要准备礼物哦。这样吗？喜欢吗？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是吧？鹅女，我们吃饭去了。嗯。有事？我今天是来道歉的，对不起，我和陆金怀的事情确实不该把你牵扯进来，还有我妈让你避着我，是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对了，我和陆金怀打算购置一套新婚房，地点就选在骊山公馆附近，很快我们就可以成为邻居了。原以为颜昭只是蠢，如今看来是又蠢又坏。不行，换个地方。骊山公馆又不是你家的地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买？你如果缺婚房，我可以跟商臣说说，把你和他在半山湖岛的那套婚房送给你和陆金怀，你觉得呢？你疯了吧？谁要那套房啊？是啊，就这样你就觉得膈应了。以我们4个人的关系，你非要住在我和商臣隔壁，难道我们俩就不觉得膈应吗？你在威胁我？是你不想好好过日子，我只是成全你。文熙，你平日里总是装出一副冷淡，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，怎么，终于不装了？颜昭，我们本来可以各自安好，你非要找事，那我奉陪。等一下，咨询费付一下。今晚我回颜家老宅吃饭，不用等我吃饭了。我以为有了前2次不开心的经历，你不会再去颜家吃饭了。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想对我好，总比想对我坏强。我也不想把自己的路走窄了。好，知道了。Tell me are you listening? What is moving fast? Here's all my secrets, how will I die? 想笑着的表情，想假装镇定。西西，你胃不好，妈妈就炒了几个清淡的菜，你尝尝看，合不合胃口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味道不错，不过下次可以放一点点辣。我虽然肠胃不好，但喜欢吃辣。啊，好，妈妈记下了，下次妈妈再给你做。多吃点。你们别光顾着我呀，爸妈，你们也吃。你也吃。文熙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，成天欺负我姐？延续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那你好好问他。看来颜昭这次的告状对象是你啊！你姐说我欺负她，有证据吗？
我姐她从来不撒谎，需要什么证据？那他是张口就来，而你是无脑维护。你欺负人，你现在还有理了是吧？好，今天我就对我姐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阿旭，你住手！延续，你太放肆了！吴助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开车经过附近，想着顺便带你回去。这哪里是顺便啊？分明是担心夫人又受委屈，故意来的。嘴真硬。方舟，臭小子，你还有脸叫？你姐不肯告诉你我是怎么欺负她的，我来告诉你。今天她来找我说她要在骊山公馆买房，我不许她买。我告诉她，如果她敢买，以后就别想过安生日子。严昭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儿？他疯了吗？不可能！你要是不信，大可以把严昭叫过来当面对质，别被人当枪使了，还自我感动。我不信。爱信不信。西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和你爸把严昭和严旭给宠坏了，是我们不会教孩子。妈，爸，我没事的，只要严昭不犯蠢犯到我头上，我都可以不搭理他。至于严旭，严旭想认谁当姐就认谁当姐，你也不必拿他当弟弟看待。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从今以后，谁也不能再委屈我的宝贝女儿了。好。你不是顺便去严家的吧？是特意去的。商总，我有一点困了，可以借你的肩膀靠一下吗？不可以，那算了。文熙，我们结婚了。我是说，我是你的老公，我的肩膀也是你的专属，想靠就靠。我经过世界，路过黑夜，阑珊的人群，你在烟火。那我要是想吻你，也是想吻就吻呗。可以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.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. 那颗炙热的烟火，一直是你为我亮着。感觉如何？还不错，就是双总有点生疏，最好多练。好，下次想接吻也不用打招呼。知道。
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江南首富周元的离婚事件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周太太已经正式委托我们律所处理她所有离婚事宜，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文律，财产清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好，散会。接下来又得当牛做马了。本来我从非诉转诉讼，就是为了能轻松点。师傅，谁让你是黄老邪的得力爱徒呢？不过周元离婚案关注度也挺高的，能够参与其中，无论输赢都能名利双收的嘛，也是好事儿。今晚要加班，估计会晚回，不用等我。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，茶绯红，光线太胡闹，干嘛趴在桌上又在笑，流成色丝间的我的心跳。独自一人睡竟失眠了，习惯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。怎么了？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睡梦中吗？怎么来了？你胃不好，熬夜加班伤胃，给你带了点夜宵，省得你又不好好吃饭。谢谢。我说过，我们是夫妻，不用总是说谢谢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就这么看着我吃，要不你也吃点？影响你胃口吗？那倒不是，就是感觉一个人就这样一直盯着另一个人看，像在热恋。那个，我帮你收拾一下文件，能碰吗？可以。身高腿长，宽肩窄腰，做事一丝不苟。我知道睡起来会是什么感觉。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真的？
我最近工作有点忙，回家的时间会比较少。好，知道了。等你忙完这段时间，带你去江南度假。好。这儿景色不错，这次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大哥，你和大嫂到了吗？就等你们了。马上到。我堂弟知道我们过来，特意准备了欢迎会，要去玩吗？好啊，等我梳妆打扮一下。好。命运就像雪花，带着寒季纷飞出回忆。为何你的眼？我刚刚是眼睛花了吗？商大哥竟然牵着他的老婆来的，不是说联姻没有感情的吗？难道商大哥联姻另有内情？你别问我，我比你们都好奇。我也没想到我哥这种古董老男人还会谈恋爱呢。哎，我过来，我过去一下。大哥、大嫂，你们来了。我堂弟商哲。你好，我是文熙。大嫂不必这么客气，都是自家人。今天在这儿好好玩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我就好，乐意效劳。好。大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单独聊一下。那我过去一下。文律师，我是周元先生的助理，他知道您来了江南，想送你一份礼物。文律师，立刻停止代理周太太离婚案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堂堂江南首富，竟也只会这种下作手段。回去转告周元先生，恐怕不能如他所愿了。怎么没有呢？怎么了？我好像忘带睡衣了。我打电话让人送过来。算了，这么晚了，别折腾别人了。这件衬衣材质还不错，当睡衣也行。这件我穿过了，你不介意吗？你不介意就行。我洗澡去了。很奇怪吗？不奇怪，很好看。睡觉了？
我把你吵醒了，我睡不着，想看看爱丽书。我帮你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小心。Ooh, baby, I think I was just lost into your mind. Ooh, baby, you're the perfect sunshine, girl, you're so fine. 他不会是想今晚就进行夫妻？文熙，可以吗？停留在這分秒間，遺忘實際的界限，留意讓愛不會減。还真让人难以抗拒啊！我願難以後捉緊你的手，到沒人世外一起擁抱永久。從前講的得不到的和錯失的，這份親手可挽救。但對不起，不敢講，最終可開口。同遊在這分秒間，從無最深的界限，無意讓愛不背靠相間。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肯定是有什么急事，要不我还是接一下。师傅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今天下午刚出律所，黄绿就被一辆车给追尾了，伤势不轻，这会儿还在抢救呢。你别急，我马上就回京城。我让吴助理安排私人飞机的航线，保证让你在最快的时间赶回去。你放心，你师父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。这个谢我会讨的。好，我等着。急什么？我死不了的。师傅，这次的车祸恐怕不简单。昨天我才拒绝了周战，转眼你就出事。我知道，所以这个案子可能需要你顶上了。我？不行，我才转诉讼不到1年，律所里其他律师怕不会服气的。你听我说，你的能力有目共睹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早上周太太给我来了电话，说当初选咱们律所，就是看准了你的背景。一来，你不会为钱折腰；二来，周家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，不敢施展在你的身上。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案子。我知道你有很大的抱负，这个案子要是能圆满收官，你的名声就彻底打响了。我不会辜负师父的教导的。你受的罪，我也会替你讨回来。很好。
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周岩威胁你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一直觉得工作上的事情不应该带到家里。我们是夫妻，可以无话不谈。还是说，在你心里，我仍旧是旁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工作上要是遇到难处了，会告诉我吗？你看，你管理着偌大的商事，如果工作上一遇到难处就和我讨论，那也不用干活了，专门和我诉苦就行了。反观我也是一样的。我的确说不过你，但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你可以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有资源不用是傻子。命运就像雪花带着寒季纷纷记住了，你老公是商臣，什么事儿都可以为你兜底。偏要揭开尘封的秘密。师傅，你找我？你安排一下，下午我们飞江南，去那里查资料。师傅，黄绿才在京城刚出了事儿，你就要只身一人前往江南？周家可是当地的地头蛇。周家是江南的地头蛇，但江南又不止周家一头蛇。那也是。那周家那么强势，当地的法院要是不配合我们怎么办呀？按规矩办。黄绿这些年办了不少大案子，但敢像周家这么猖狂的还是第一个。敢这样行事，背地里肯定不干净。他们越猖狂，我越觉得这个案子胜算大。行，我明白，我现在就订票。阿姨，我要出差几天，帮我收拾一些衣物送到机场。居然是师公，怎么是你来啊？刚好有空，来送送你。日理万机的商总来送我，很荣幸。这是礼物，出差也有礼物。希望你一切顺顺利利的礼物。这个倒是无法拒绝。好看。喜欢就好，我给你带上。一切顺利。祝福我收下了。你喜欢他，两人关系越是亲密，越感觉和自己很疏离。精心设计爱的比喻，怪他轻而易举。师傅，这个是 A 家的百年经典款，平时只做线下展览的。师公真的是又有钱又帅，又会拿钱砸人的老呆爹。师傅，你真的是太会选老公了吧？别评了，快走吧。上次黄绿专门跑江南，就吃了闭门羹。
周元那边也太强势了，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谈。还有财产尽调资料给的也不全面，我看江南区这法院也是在打太极，完全就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嘛。意料之中的事。穷人离婚难，富人离婚更难，牵扯的东西太多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先回酒店整理手头的资料，我再去别处看看，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嗯。文律师，周先生想和你聊聊。听说你这次到江南来是来查我的。您说笑了，我打的是离婚官司，不是刑事官司。您又没犯罪，我查您干什么？所以这次你查到了什么吗？确实有些收获。文熙，就算你老公商臣来，也不敢说查我就查我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我老公又不是律师，当然没必要查周氏集团的产业。不过想要查，也就一句话的事。我律师很猖狂啊，看来没得聊了。行，那我只能是尽尽地主之谊，请文律师留在我这里做客吧。周总，这是要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文律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动不了你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可惜呀，我们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事，你怕黑，对吗？连助理，带他去房间。这是打算断水断电，逼我就范。不敢对我动真格的，就只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我一定要撑住，白薇见我没回去，肯定会来救我的。进去！我要你装病骗你爸回来，你连这都做不到，我要你有何用？今晚关禁闭，好好反省。妈妈，别管我，我害怕。妈妈，别管我，我害怕。文熙，站得起来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能为力的小姑娘了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要你有个今晚关键，好好反省。想想离婚官司怎么打？帮我仔细。I can run, I can run between the arms so can save me from myself. 文熙，文熙，是我来了，是我。来，
看到江南降温的消息，怕你又忘加衣服了。你是来给我送衣服的。我曾经以为我不会爱你，所以我也不曾期盼爱。但这以后，我渐渐从奢望开始想要真诚的爱。我的心如水，你不必痴醉。你可知誰甘心歸去？你我之間有誰？商总，周远，中央巡视组的人马上就会来江南。比起刑事官司，我更喜欢打离婚官司。你觉得呢？周总，这笔账我会和你算清楚的。双晨，肩膀借我靠一下吗？说了不用说借。你似乎一点都不惊讶我会来。有1秒的惊讶，但很快想通了。你送我的手表里有定位器，否则也不会特意在我出差前给我了。真聪明。不过你徒弟也给我发了求救信息，幸好来得及。沈总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，你现在比我跟他推开门的时候还要帅。不给钱。I close my eyes， 你就会出现。I need your love， 留在我世界，一切是不是错觉？近来你还在我身边。商总、太太，周元先生来访。要见吗？昨天他关了我5个小时，那就先让他等5个小时。照办。是。温律师，昨天是我的错，走得太匆忙了。我今天特意过来告诉你，我愿意配合你走程序。您需要什么资料尽管提，我手下的律师团队全权配合你。周先生既然想通了，那就最好。您和商总在江南的所有消费我都包了，全当是向您赔罪。周先生盛情难却，我们夫妻就不推脱了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周元此人嚣张狂妄惯了，没想到被文大律师收拾的跟个孙子似的。文律师真厉害。你派人向周家施压了吧？没有。你看我信不信？
像这样危险的事儿，你是不是经常遇到？我这个职业嘛，难免的，我也习惯了。是我，是我。看你昨天的表现，可不像是习惯了。你是怕黑？嗯。小时候经常被宁女士关小黑屋，有点心理阴影而已。我原以为文女士只是不厚待你，没想到还虐待你。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因为我找到了那个会抱着我走出黑暗的人。我还是吴助理，周氏集团那边可以动一动。这个才叫做压力。这样会不会太不理智了？我说过，以后你的公道，我来替你讨，说到做到。外界都传你冷静理智、清醒寡欲，果然都是谣言。不理就别再提，能不能让我崩人设喽。最初的记忆。不理智我认了，不寡欲还没体现，不如试试。我很安静陪着你，有些怀疑，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？师傅，你的伤……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，师傅、师公，你们继续。古人说过，不可贪欢无度，扰续费时。商总，听前辈的准没错。哈哈，这一次周原离婚案，大家一起打了个漂亮仗，特别是文律，不畏强权，勇往直前，大家都向他多学习。怎么办？文律是榜样，文律你是我们的榜样。哈哈，谢谢大家夸奖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放假2天，今年的年终奖都翻1倍。哈哈。好，散会。我们的婚礼还需要一对婚戒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一起去挑挑。今天可以。我中午还有个会，12点结束，我去接你。我这边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去找你吧。夫人，您先稍坐，商总大概半个小时能结束。文律师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们只5年前见过一次，你经历好记性。像文律师能力这样出众的人才，很难不印象深刻吧？你是来找商总的？算是吧。
米经理，你的项链真好看。确实挺不错的。听说是商总亲自给您挑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懂，我懂。这个项链好眼熟，好像是和商城送我的那一条是一套的，所以真是商城送他的。文律，你的手链很漂亮，几年不见，文律事业红火，上千万的手链说戴就戴。米经理也很厉害，这2年步步高升，就从分公司做到了总部。你的项链也很漂亮，应该价值不菲吧？确实，1500万，我还是第一次戴这么贵的首饰。男朋友送的？我还没有男朋友，不过确实是别人送的。不会真是商总吧？文律师，有些事儿心里清楚就好了。太太，商总会议刚结束，还请您过去。吴助理，你怎么喊我律师太太？她是商总的太太。早就听说商总新婚，没想到文律师竟是商总的新婚妻子。米经理和太太认识？刚刚看米经理的项链好看，就聊了2句。这项链与太太的手链出自同一套首饰，所以太太是被误导了。上次商总出差，给太太挑礼物时，米经理也在，说是可以给参考意见。商总只买了手链，没想到米经理又给自己买了首饰套装里的项链。该死吴助理，谁让你多嘴？上次陪商总挑首饰，我就很喜欢这条项链，可惜太贵了，一时半会儿掏不出这么多钱，所以我凑够钱才去买的。原来是自己买的，可刚刚米经理不是说是别人送的吗？人嘛，总有点虚荣心啊。米经理只用了5年的时间，就从分公司经理做到了集团经理，优秀自是不言而喻。比起别人送的，自己买的，说出去更令人佩服。文律师说的对，是我格局不够大。先走了。这边。怎么了？你送我的这条手链是一整套的吧？是吗？我不太关注这些。你当时没多看2眼。我只要手链，为什么要关注其他东西？这种首饰一般都是一整套卖的，你单买1件，人家也愿意卖给你。不便宜。也是，以商城的身份，就算他只看中首饰上的钻石，人家也能把钻石挖了单卖给他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商总，以后别那么死板，给你老婆买首饰可以买一整套。商总，你经理自己买了紫薇之星首饰套装里的项链，还故意误导太太，他和您的关系匪浅。项链的事情，你可以直接问我的。我差不多知道答案了，何必多问2句？再好听的话，只要是怀疑，说出来都伤感情。以后有疑惑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其实我相信你的人品，所以就没问。更何况，米经理或许有点小心思，但他没亲口承认和你的关系，我总不能直接给人扣帽子吧？知道了，这件事儿我会处理的。这是我的主卡，以后我刷副卡，
我买东西，你那边都会被同步到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。没那么强的掌控欲，就算是夫妻，也需要一定的私人空间的。我知道你信任我，但这个是我给你的态度。你就不怕我拿着你的卡乱刷？夫妻共同财产的意思，文律师应该比我懂吧？好，既然是商总执意要送的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看的眼睛都要花了，你有看中的吗？这两款怎么样？文熙姐，你们也来选首饰啊？订婚戒。我以前最喜欢来这家店选首饰了，商大哥也知道，是他带你来这里选婚戒的吧？这个严昭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，为了气我，说话都不经过大脑。是啊，你经常来啊？金怀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先看看戒指。陆总，您上次定制的戒指已经到了，您和太太看看合不合意，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调整。金怀，你什么时候订的戒指啊？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啊？这不是给我订的戒指，是给文熙姐订的戒指。这不是我订的戒指，你是不是拿错了？是我记错了，这个是傅元云总订的婚戒，不是陆先生订的，十分抱歉。这种事情也能搞错？你们怎么做事的？对不起，陆太太。不喜欢这家店就换一家店。凭什么要我换一家店？难道就因为文熙在这儿，我就必须得给她让地方，是不是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们吵架能别带上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先。你别碰我！1年前家里怀疑我跟文熙的订婚有问题，我才让秘书订了这门婚戒，是为了拿到单子给我爸妈交代。订完之后这件事我就忘了，今天真的只是误会而已。是啊，既然是巧合，那你为什么说要拿错了？那我怎么说？当场承认吗？为什么不能承认啊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有文熙？你怕承认了会让他难堪，也怕商城会多想。你不要动不动就扯上文熙，他根本不知道这枚戒指的存在。你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啊？明明就是你的错，你现在说我无理取闹。陆金怀，你这么护着文熙，你就是不敢承认戒指是你的，也不敢承认你喜欢他。元昭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跟商尘的过往，因为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，你却一直揪着我跟文熙的过去不放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还喜欢文熙，我当初就不会娶你。不问那是因为你不在意我，你少给我找借口。行，随便你怎么想吧。一切都是文熙的错，抢走了疼爱我的爸妈，就连我的丈夫都向着你。文熙，我们走着瞧。商尘，他们……你还没说喜欢哪枚钻石呢？你怎么一点波澜都没有啊？旁人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有波澜？况且你说过，你和陆金怀没有感情。这就是大佬的气度吧。给点意见呗。就要这个10.8克拉的紫粉钻，
还有这颗绿钻吧。紫粉钻的克数有什么讲究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10月8号，你不记得了？那绿钻呢？够大。那不是还有更大的吗？太大的泪手，这个刚刚好。15克，比陆金怀定的婚戒大，又不会太勒手，正正的。商总不是不吃醋的吗？我怎么闻着这么酸？你好。刷这个。商事集团总裁递戒指，居然让老婆付钱。去刷卡吧，我老婆有钱。是。那枚戒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订的，但我很肯定陆金怀不喜欢我。知道了。那你和严昭的婚戒呢？那不是我和严昭的婚戒，那套婚房也不是我和他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婚房是为了两家联姻准备，不是为了我和严昭。两家虽然有婚约，但严昭性子活泼，我性子沉闷，长辈们担心我们相处不来，所以一直没有敲定婚约对象。所以严格的来说，我不是严昭的未婚夫。解释的不错。你饿了吗？附近有家店做香菜很不错，去试试。你老婆有钱，请你。好。西西啊，我在你们律所的食堂，关于你哥的事儿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大哥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我最近啊，就是联系不上你哥，他有和你联系吗？所以你不是为了我哥的事情找我，你就是想把我骗下来。听说陆金怀给你订了枚婚戒，你们的婚约不是假的吗？你都说了婚戒是陆金怀订的，这话你不应该问你的亲女婿吗？你什么态度？难道你真的和陆金怀有旧情，想故意插足昭昭和金怀的婚姻？宁女士，请你慎言。如果你是来胡说八道的，我还有工作。我今天来只想问你一句，那枚婚戒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不知道婚戒的存在。再说了，婚戒是陆金怀订的，我处理什么？我不管，你们的婚戒继续留在陆家，金怀和昭昭心里都会留下隔阂。那就丢了。上千万的钻戒，哪能说丢就丢呢？我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你花钱把这枚戒指买回去，这样昭昭就不会心里不舒服了。林女士，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次。这枚婚戒总归是金怀给你订的，还当着昭昭的面送了出来，让昭昭难堪，你做点补偿不应该吗？你偏爱你的女儿可以，可没有人有义务为严昭的不开心买单。喂，有空来中达食堂把你的岳母接回去。他又去找你了？还有，如果陆家缺钱，需要靠卖你的婚戒来过日子的话，我不介意出钱把它买下来。毕竟我和我老公都是慷慨的人。抱歉，我立刻过去。
等会儿陆金怀会过来接你，关于婚戒怎么处置，你可以亲自和他商量。文熙，我养你这么大，真的养出一个白眼狼来。大卫，你帮我去买点胃药吧。好。进。西西，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妈妈路过中达，想着正好是饭点儿，就给你送点吃的来。你吃过了吗？没有，你来的正好。妈妈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，就放了一点点辣椒，你来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你不是路过，是专门过来送饭的。啊，是不是打扰你了？没有。妈，你以后想过来直接跟我说就行了，不用这么拘谨。好，快吃吧。快尝尝。好吃吗？那你多吃点干。师傅，你常吃那款胃药卖光了，我给你买了款新的。谢谢。这位是我妈，这是我带的实习生白薇。阿姨好。你好，谢谢你照顾我们家西西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阿姨，我师傅平日里对我可照顾了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西西，怎么好端端的你的胃又疼了？我的胃时不时就会犯病，别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？不是，我的胃自小就不好，跟工作没关系。难道西西是见到你女之后变天才发作的？到底又对西西做了什么？我必须得查清楚。商总今天回来的这么早？毕竟是已婚男士，理应分一些时间给家庭啊。这话听着像是在抱怨我，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。商哲送了一箱不错的红酒，要尝尝吗？好。Cheers。这酒味道不错。你喜欢就好。听说文夫人今天又去找你了。商总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呢。麻烦吗？
你也太小看你的夫人了，我已经解决了。我不是小看你的能力，我只是怕你受委屈。你表面看着冷淡，但我知道，那不过都是你的伪装。盛晨，你总是这样轻易看透人心吗？哪有人能轻易看透人心？不过是因为在乎，所以看得见。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或者事情停留，多看看身边在意你的人，或许会看到更好的风景。上次也许并没有不待我，若不出于激烈的因素而退，我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花。尚总，你想做吗？那你有兴致吗？有那个吗？你忘了你客户的赠礼？你不会是早有预谋吧？你要说是，那就是吧。西西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某人要是节制一些，我会睡得更好。下次一定。喂，白薇，师傅，大八卦，听不听？又怎么了？严昭今天早上陆金怀吵得厉害，两人吵架了，突然提了一嘴离婚，陆金怀当场就给应下来了。严昭哭着就回严家去了。回了严家？是啊，这个严昭跟文夫人不愧是亲母女，明明说好了要断往来的，完全就没边界感嘛，真的是厚颜无耻。严昭还不知道现在又要怎么闹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要是想回严家就回去，那是你的家，你回去不需要理由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了，以后做任何事情别自己扛着，我可以是你的底气。妈，陆金华因为文熙要跟我离婚，你之前不是说他们两个之间没有暧昧吗？那现在呢？妈会相信严昭的话吗？你先告诉我，文夫人是怎么知道婚戒的事儿的？还有，她让西西买了那枚婚戒，你知情吗？我都和陆金怀出现婚姻危机了，他竟还只顾着问文熙的事儿。我当时和金怀吵架，被我妈看到了，我只能告诉她，但是我没想到她会去找文熙。所以你什么都知道，却不去阻拦，任由他去逼迫羞辱西西。我以为他就是随便一说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是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心里清楚得很，
只要你在文夫人面前哭一哭，她便会去找西西施压，根本不用你费劲，就能达到你的目的，包括你对延续，对我。没有，妈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回去吧，以后少来。你不要我了吗？你的妈妈叫宁锦，她为了护着你，在欺负我的女儿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拦着我妈的。你别赶我走，现在金华要和我离婚，你也要怪我，真的很痛苦啊，妈。那我现在就去找文熙道歉。对不起，我没拦住我妈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可以了吗？你不用和我道歉，那口气我已经出在陆金怀身上了，我没有吃亏。对，陆金怀现在因为你要跟我离婚，确实是出气了。严昭，请你说话谨慎一点。什么叫做陆金怀为了我要和你离婚？难道不是吗？婚戒是陆金怀私自定的，嫁是你们两夫妻吵的，也是宁锦先来找我的人。更何况是你要和陆金怀离婚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变成陆金怀要和你离婚？你属猪八戒的吧，专门倒打一耙。要不是陆金怀心里有你，他怎么可能同意跟我离婚？文熙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。陆金怀要和你离婚，是因为你仅仅因为一枚婚戒就和他大吵大闹，而你的母亲又因为这枚婚戒让他丢了大脸，他才开始怀疑这段婚姻存在的意义。难道你觉得把这个锅扣在我头上，就能解决你们的婚姻吗？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西西，都是妈妈的错，将延昭骄纵成这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我不会是非不分的。宁锦这次做事太过分了，我会找机会和他好好聊聊，让他给你道歉。以我对宁女士的了解，她闯了祸只会躲起来，她不会见你的。那我就让你爸去找文海川，我要让他们都知道，我的西西也是有父母护着的，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欺负的。还有延昭的事，我也会处理妥当。谢谢妈妈。你妈妈做的真节气，延昭再也不能厚颜无耻的霸占您的父母了。师傅，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拥有这么好的师公，还有这么好的父母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吃饭吧。喂，宋大哥。谢谢，我回国了，明天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那我带上我老公跟你一起吃饭。谢谢，我有点私事想和你说，要不下次带你到凤凰。好。师傅，你和宋大哥好像也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我听说昨天晚上他在酒吧打了陆金怀。宋大哥和陆金怀也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，而且宋大哥向来性格温和，怎么会打陆金怀呢？是真的，陆之昨天晚上亲口跟我说的，打得可凶了。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这个倒是不知道。
商大哥，我想约你见个面，有事儿？很重要的事儿。时间、地址。中午1点，艾斯餐厅。严昭约我见面，已批准。你还真是放心我。商大哥，你来了。我只有10分钟时间。商大哥，你认识宋贺州吗？不认识。文熙居然没跟你提过宋贺州，他和文熙青梅竹马一块长大，一直喜欢文熙。而在昨天，他因为文熙打了我的丈夫。是吗？我太太很优秀，有追求者很正常。商晨在听到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有私情，居然这么淡定。这可不是有人追这么简单。我听说大一文熙犯胃病，宋贺州亲自给他做了1整年的饭，是这种深刻的友谊。那又如何？他送了1整年的饭，文熙都没有跟他更近，那说明在文熙心里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上过他。一个失败的追求者，我何须在意？同样是联姻，商晨这般维护信任文熙，陆金怀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对我？文熙，我不好过，你也休想。你这么信任文熙，那如果他背着你和宋贺州私会呢？商晨，你也装不下去了吧？严昭，就凭你这句造谣生事的话，我就可以送你进监狱。你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证据。在你身后的包厢里，文熙和宋贺州正约着吃饭，2个人估计正聊得热火朝天呢。商大哥，文熙既然清清白白的，他为什么从来没跟你提起过宋贺州？他们私下出来吃饭的事儿，也没告诉你吧？无论是与不是，这件事儿都跟你没关系。严昭，如果你今天叫我来只是展示你的无能狂怒，那这顿饭可以结束了。商大哥，为什么所有男的都向着文熙，什么好处都让他得了？今天必须揭开他水性杨花的真面目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文熙到底值不值得你的维护和信任。不是文熙和宋贺州偷偷幽会，互诉旧情吗？怎么会有4个人？严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约朋友吃饭，走错包厢了。你和我师公约着一起吃饭啊？当然不是。要一起吃吗？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好啊，一起吃。介绍一下，我老公商晨，韩律师，我律所的同事，宋贺州，我大哥的朋友，从小就很照顾我，前2年去了国外发展，最近才回来。本来想带着你一起吃饭认识一下，但今天宋大哥找我是公事。早就听闻商总大名，可惜我在国外，一直没机会见面。客气，感谢你对西西之前的照顾。我和他一起从小长大，
应该。我和西西要办婚礼了，到时候给你发请柬，你这个当哥哥的一定要来啊。自然。菜要凉了，先吃饭吧。韩律师是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，深耕多年，很有经验。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韩律师。不能联系你吗？能，但我最近手头案子有点多，估计忙不过来，怕耽误你的事儿。知道了，你再忙也要注意好身体。商晨，我想跟宋大哥单独说几句。那我去车上等你。今天风大，别聊太久。宋大哥，我听说前阵子你和陆金怀打了一架，是什么原因？别担心，只是工作上的一些小矛盾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一起开公司，他一意孤行投资一个项目，导致公司损失惨重。我2年的努力打水漂，凑他一顿出气而已。真的？真的。看来又是严昭臆想的。宋大哥怎么可能是因为我打的陆金怀？那就好。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？西西，你似乎胖了一些，气色很不好。是啊，商晨把我照顾得很好。看到你幸福，我很高兴。应该不会待太久。那你出国的时候记得告诉我，我和商晨一起去送你。好，那再见。再见。文熙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幸福，我可以永远只是你的宋大哥。说吧，严昭分明是要约你吃饭，怎么刚刚闯进包厢的时候，像是要抓奸？他确实是要带我去抓奸。这个严昭，脑子有病就该及时去治。他和你说什么了？他说宋贺州喜欢你很多年，还给你做了1年的饭送给你。他这次回国跟陆金怀打了一架，也是因为你。严昭这次不犯蠢，改造谣了。宋大哥喜欢我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会真信了吧？无论真假，有人喜欢你，说明你足够优秀啊。谢谢夸奖了。不过这件事我还是需要说清楚。宋大哥确实给我送了1年的饭，但那是因为我胃病犯了，吃不得学校和外面的东西，我哥托他送的。如果送饭就是喜欢的话，那也太儿戏了。文熙确实对宋贺州没有半分私情，看来应该是宋贺州的单相思。你不信我？我相信你。好，我解释完了。你呢？没有什么需要跟我解释的吗？我和严昭见面，
可是你批准的。是啊，是我批准的，可我没批准你抓奸啊。是严昭抓奸，不是我。所以是严昭以为包厢里只有我和宋大哥，特意带着你过来。宋大哥约我吃饭，我是准备带着你一起的，但他说有私事，就我们2个见一面。考虑到我已经结婚了，让我带个助理，我实在抽不开身，就推荐了韩律师。知道了。明明商城看着没什么异常，我为什么莫名感觉到夫妻间的危机呢？你还在生气我跟宋大哥吃饭没跟你报备？没有生气。没有，就是吃素了。别多想。白薇告诉过我一件事，如果夫妻间有矛盾，那就做一次，没有什么是做一次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次。在这儿。大庭广众的，商总你可真敢想。这男人明明表现看着这么正经，内心这么荡漾吗？如果那个不行，那试试这个。上电视交尖找寻爱，永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眼睛中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心。看这个方式，你满意了？还好。要是能再来一次。商晨，你平时的古板无趣、克己复礼，都是装的吧？严昭这次的事儿，我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。哦，商总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，我也打算找严昭算账。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吧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。好，我信你。在哪儿？我们见一面。商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老公聊聊你带我抓奸的事儿。商大哥，昨天的事情我知道错了，我会找机会和文熙姐道歉的。咱们有什么事情单独聊好吗？不好。你不好意思了，商大哥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什么抓奸的事儿？商总，有话您直说吧。严昭昨天约我见面，说带我去抓奸，当事人是文熙和宋贺洲。我觉得这件事你应该有知情权。商总，是严昭做的不恰当。严昭还说宋贺洲喜欢文熙，也因文熙才打了你一顿。他带我去抓奸，想要证明他说的没错。严昭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就算没抓到奸，宋贺洲喜欢文熙是事实。他打你不就是因为文熙吗？你不敢告诉我你们打架的原因，不就是因为你也喜欢文熙吗？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对！我说错了吗？商总，这本来就是我跟贺州之间的事儿，影响到你们夫妻，真的很抱歉。我需要一个合理解释。贺州
确实喜欢文熙很久了，不过我也是这2年才知道的。2年前，贺州正准备跟文熙表白。文熙，长辈们希望我们尽快订婚，你怎么想？好。贺州不想破坏大家从小长大的情分，才选择出国成全我们，却不知我跟文熙的订婚是假。他知道后，才情不得已跟我动了手。这件事情事关贺州的隐私，所以我就没说什么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又做错了吗？我没想到严昭把动手的事情怪到文熙身上，还做了那样蠢的事。商总，真的很抱歉。商大哥，对不起。严昭，你以前做的种种事，可以说你错在无知和自私，但昨天你的心坏了。我也不想做这种挑拨离间的事情，但我以为金怀喜欢文熙。商大哥，你知道我看到自己的老公因为别的女人打架，我心里有多嫉妒多痛苦吗？是啊，你们一个个都冷静睿智，只有我一个人像个疯子。严昭，不管你的理由多冠冕堂皇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我会去找文熙，向他承认错误，跟他道歉。不够，道歉不是万能的，你不能指望着每次一犯错道个歉就可以当作无事发生。那你还要我怎样？难道要我下跪磕头求他原谅吗？你的下跪磕头对别人毫无意义。我要你以后不许再踏进严家一步。那是我的养父母，27年的情谊，他们都不舍得真的跟我断绝关系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回去？当初你选择了陆京怀，就不该贪恋严家父母的好。人不能既要又要。那我如果就是不同意？既然我开了这个口，严家的门你就踏不进去。是啊，商臣要是动起真格来，谁敢与他为敌？好，我答应。第二个要求，管好你的亲生母亲，不管她因为什么原因再去找文熙，我都算在你头上。可是我根本就管不了我妈，她也不听我。那是你的事儿。还想要我再说一遍吗？我都答应，行了吗？陆京怀，你的家事我就不插手了，但妻之过，夫之责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交代。金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但文熙一生气就跳过我，直接联系你，想让你管教我。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才去联系商臣的，凭什么他文熙能做的事情我就不可以呢？严昭，你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委屈，没有错，是吗？严昭，你为了自己的私心闹了这一场，还把所有人都牵扯进来，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文熙、文州还有贺州啊？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被你这样闹散了，你满意了？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秦淮，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，我太爱你了。算了，你这样自私自利的爱，我可承受不起。我和你结婚前就约法三章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做一个合格的陆太太，我会给你陆太太所有的尊严。可是你毁约了。你要跟我离婚？文家跟陆家还有很多合作，我没必要因为你的愚蠢毁了我自己的利益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住。
我不要和你分居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还有妈妈，妈妈那么疼我，肯定会帮我劝景怀的。昭昭，我和你爸商量后，决定把以前存在你名下的不动产转到西西名下。我们两家以后的关系和钱财最好算得清楚一些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老公不要我了，现在爸妈也不要我了。陆金怀决定和严昭分居了。真不愧是我们商总，严昭那么喜欢陆金怀，这是剜他的心。等下我们约了一起吃饭，还记得吧？当然记。师傅，刚才蒋先生给您来电话约您见面，说聊一聊他介绍那个案子的事儿。好，知道了。有工作，下次再吃。蒋少，好久不见。哟，以前每次见你不管多冷都穿的单薄，这回穿的挺保暖的。有个24孝老公，每天当天气预报，当然会穿得很暖和啦。我的当事人呢？急什么呀？人又跑不了。哎，这次案子谈成了，是不是要请我吃顿饭？放心，按照约定，分成少不了你的。分成是分成，我说的是你谢我的时候。我勤勤恳恳的，今年好歹给你接了20多个大案子了。不太方便。已婚。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你结个婚就六亲不认了？我和我老公新婚，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，当然没时间陪吃饭了。文熙，你和商琛只是联姻，又没感情，你什么时候能离婚？目前夫妻恩爱，离不了。他哪里好了？哪儿都好。你行。我的当事人还来不来？来，我现在就把他给你叫来，行了吧？商总，是太太。拒绝和我吃饭，是和别的男人有约。商总，百位也跟着，估计是工作上的事。我不瞎。看来商总还是吃醋了。商总，要我查查这个男人吗？你很闲？啊不，我很忙。要过去和太太打个招呼。不必了。你回来啦？困了怎么不进屋睡啊？我今天放了你鸽子，等一等你也是应该的。道歉礼物是什么？拆开来看看。我看家里挺多藏酒的，你也爱品酒，就选了这对杯子，喜欢吗？还不错。我今天在咖啡厅见到你了，你是去咖啡厅给我选礼物的吗？难道他误会什么了？
不是，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案子，我去咖啡厅是为了见客户的。案子接到了吗？谈得挺顺利的。咖啡厅老板是我一个朋友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，案子就是他给我介绍的。是蒋氏集团的太子爷，挺年轻有为的。确实挺不错，自己创业开了很多分店。你们关系不错。原来他是吃醋了。还行，除了合作关系也算是朋友。我进中达第2年，我养父的私生女带人上门来闹，当时我老师不在，律所的人都在等着看笑话，是他挺身而出。是救命之恩啊。倒也不至于，不过我一直挺感谢他的，算是把他当儿子看。文熙，我们以后会有自己的孩子，不用把别人当儿子养。我今天说我不喜欢弟弟的类型，你猜白薇说什么？什么？他说我喜欢老 daddy， 我觉得他说的完全在理。文熙，你是在嫌我老？老 daddy 不是在说你年纪大，老 daddy 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气质。商琛，我是在夸你。是吗？哦，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别人都说你克己复礼，严肃内敛，我看你分明是腹黑闷骚还爱吃醋的老古板。是，肯定比不上你身边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。老男人这老坛酸醋，得加把劲儿才能哄好。商琛，我们去约会吧。现在？对啊，就现在。来酒吧约会？怎么？商总怕我们出现在明天的新闻头版上？放心，我不会让那些新闻发出来的。这就是老 daddy 的自信与魅力。这就是你家老男人啊？文熙在外面都是这么介绍我的，在他心里，我真这么老吗？似乎也就一般嘛。注意用词啊，这是我老公，你要么叫姐夫，要么叫哥，不然就别开口了。商总没来过这种地方，不习惯也正常，是吧？确实没来过，但不至于不习惯。前2天我在峰会上看到蒋董，没想到他儿子这么年轻啊！要是我跟文熙早2年结婚，估计孩子都能跟你一起玩了。商总，挺会倚老卖老的啊。哼，不然怎么对得起你尊称我一句老男人啊？你别看我呀，谁让你那么欠怼啊？小希，你喜欢喝的秋日玛丽卖完了，不过你要想喝的话，我可以亲自给你调一杯啊。只有你有这个特殊待遇哦。这死小子还挑衅起来了，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老公，我耳环掉了，你可以帮我戴一下吗？乐意之至。
文熙，你真会杀人诛心啊！你就这么喜欢那个老男人吗？好了，好看，我问的是人，不是耳环。也好看。那是亲一个吗？够了！你们两个大半夜跑到我的酒吧来，当着我的面秀恩爱，好玩吗？好玩啊！真的好玩。文熙，我算是看明白，我死心了，满意没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不打扰你做生意。走。文熙，真够狠的，希望商城值得吧。 그런 아픈 눈으로 날 바라보지 말아줘요. 그럼 난 어떻게 하죠? 文熙，我们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啊？这么突然？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就应该不会在外面乱捡孩子了。常总，刚刚我的表现还不能让你安心吗？暂时还不想生孩子。他是还没想着和我进一步吗？哦。 刚刚在酒吧被打断的那个吻，你还想继续吗？刚刚我没想亲你，不想，那算了。刚刚那个吻，你不想，我想。我必须重申一下，我是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大事，我想调养好身体之后再要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好，知道了。 这下安心了？还差一点。今天这么早？昨晚忘了和你说了，我今天要出差，大概要半个月。那我起来送送你。不用，现在还早。 你再睡会儿，等我回来。好，一路平安。走了。喂，文熙姐，你今天有时间吗？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聊聊，可以吗？时间、地点？上午10点，中心路福光咖啡店。好，我会准时到。你来了。自从上次商大哥登门以后，陆金怀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现在是分居，下一步就是离婚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直接点吧。文熙，
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没有。我喜欢了陆金怀整整6年。我对你的暗恋史不感兴趣。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文熙，你现在拥有了父母的宠爱，商大哥对你也这么好，我却把日子过成了这样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你的日子过成这样，是别人造成的吗？如果你的生活一不如意，你就怨天尤人，那么你的现在只是开始，谁都帮不了你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想问你。你当初在验出血型不对以后，为什么非要做亲子鉴定？如果你不做的话，没有人会知道真相，我们都能好好活在自己的圈子里。可在你打破两家平静，回到严家以后，你又为什么要装出一副格格不入的可怜模样，搞得好像我在刻意排挤你一样，最后惹得所有人都讨厌我、疏远我，你开心了？也是，怎么可能指望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？所以我就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报错的事情闹出来，两家都不得安宁。你的父母、我的父母，还有你和我，我们都得被迫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。我要离开自己生活了27年的家，还要失去我的父母。文熙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命运眷顾我们，让我们衣食无忧。可如果文家的亲生女儿过得不好，我怎么能够心安理得的鸠占鹊巢？你可以先私下调查。不需要，我已经占用文家的资源27年，所以我不能贪心。毕竟这些原本就不属于我，明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，还要恬不知耻地霸占着别人的父母，那叫贪得无厌。对，你们一个个都大公无私，公平理智，只有我自私自利。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私下见面。祝好。严小姐，你好。我在中达见过你，你是文熙的同事。确切的说，我们是对手。刚才无意间听到严小姐跟文律的对话，似乎严小姐受了不少的委屈啊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或许我可以帮你讨回公道呢。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，那合作愉快。师傅，不好了！江律师昨天晚上在直播间的时候阴阳你，还拿你当案例举例，恶意带你节奏。阴阳我什么？说你学历好，黄律偏心你，有案原先给你挑，别人都挑你挑剩下的，还得看你脸色行事。大家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直播间还很隐晦的提到了你换亲这件事，还说你当小三之类的这种话。你也知道，大众最喜欢听这种豪门狗血八卦了。现在网上已经有舆论开始在慢慢发酵了。我们几家的事情向来低调，很少有人知道。江律师是怎么知道的？反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就连好多我不知道的内幕，我看他都清楚的不行，肯定是有备而来的。最近因为赢了周元离婚而名声大噪，我看
他就是想拿这个事情把你彻底给拖垮，让他自己上位去，真的是太恶心了，这个人。那也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你帮我把他阴阳我的视频截取下来发给我。好，师傅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双总，有急事。吴助理竟然赶在商务开会的时候找他，这是要被调往非洲了呀？哦，是关于太太的。今天先到这儿，散会。商总，太太被人往上带节奏，现在网友们都骂他，而且有人进行人物搜索了，已经势必会对太太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立刻安排航线，我要回去。是。温熙，你让白薇给我送来律师函是什么意思？江律师打过不少名誉权官司，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封律师函写的怎么样。江律该不会是做贼心虚，以为我要告你吧？你文律的水平自然没问题。看来我写的不错，那这封就送给你了，就当是你给我建议的谢礼。我刚转来诉讼，还没打过名誉维权官司，有机会倒想试一试。文律，你别买太较真了吧？你也知道我是搞自媒体的，有时候为了这个节目效果，那肯定要编造一些故事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也没指名道姓是谁啊。江律，你自己也是律师，你听听这话，你信吗？要不我真跟你较一下真看看。我明白了，文律，我一会儿回去就把直播的视频删了。不够。那你还想怎样？给你爆料的人是谁？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我直播里面说的那些故事都是我为了流量编造的。看来江律不珍惜我给你的机会，那我们就法庭见。Every time 너를 만난 순간부터 변해가 모든 게 웃게 돼 매일은 아주 오랜 시간 동안 기다렸던 사람。 你怎么回来啦？你说呢？你都知道啦。这都是小事，我自己能解决的，而且已经解决了，就没去打扰你。文熙，在，你发生任何事情都觉得自己能解决，没必要告诉我。那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？依旧是个联姻的丈夫，亦或者是有需求时的床搭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习惯了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，习惯了没有人给我撑腰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夫妻一体。我也说过，我希望成为你的底气，即便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我也想要知道。你还笑？就是突然感觉有个老公确实挺不错。就算世界暗了，我会陪在你身旁，用爱填满心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以后我有任何事都会第一时间和你说的，好吗？下不为例。一定。这件事儿的幕后主使是谁？严昭吗？果然没有事可以逃出商总的法眼啊！是严昭指使我这么做的，我还有我们2个人的对话录音，只要文律你能高抬贵手，录音我可以给你。这个严昭死性不改，看来我上次还是对他太仁慈了。你想做什么？放心，我老婆是律师，违法乱纪的事我不会干的。我需要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惩罚一个人最诛心的方式，就是他最在意什么，就让他彻底失去什么。好了，我还得飞回去，明天还有个重要会议。你说说你，明明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，非要跑一趟，你不累啊？陪伴和安慰永远是电话解决不了的，不是吗？谁说老男人不会说情话？小陈，这是我听过最甜的情话。如果没有前半句，我会更开心。好了，等你回来请你吃饭，这次绝对不会放你鸽子了。走吧，送你去机场。等会儿。太太，有人让我把这个给您。这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打开看看。你简直个丧尽天良的女人，她怎么能这么对我的西西？怎么了？我一直以为西西在文家过得很好，没想到她从小过得这么苦。尹锦因为文海川出轨，他把气都撒到了西西身上，对他动辄就是打骂。没用的东西！你爸一天不回家，你就休想有饭吃。后来，他为了逼文海川回家，他居然抱着我的西西要跳楼。当时我们的西西才6岁啊！文海川，你要是不答应跟那个狐狸精断了，我就抱着你的女儿跳楼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！爸爸，救我！我害怕！莹姐，你天天不是这出就是那出，烦不烦呀你？你要是还想当文太太，就给我安分点。连你爸爸的心都笼络不住，养你有什么用？这根本不是一个母亲能干出来的事儿，怪不得西西经常说，她算是被哥哥养大的。都是我们做父母的不合格，把她弄丢了27年，让她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夫人，你别哭了，这笔账
我一定要找文海川和宁锦算清楚。江律师，只要你能让文熙颜面扫地，让她成为豪门的耻辱，你想要多少案源，我都可以介绍给你。我们把别人的女儿当掌心宝宠着，却养出来一个白眼狼。爸妈，我姐她病得很重，她非常想你们，你们要跟我去。妈，你疯了吗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不要在我面前提颜昭这个外人。妈，我姐毕竟是你一手养大的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你们也太冷血无情了吧！我们冷血？好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冷血无情。我替文家养了27年的女儿，他们却苛待我的女儿。颜昭居然还想毁了西西。从今往后，颜昭的人和事儿和我们颜家再无半点关系。你要是不满意，大可以不必认我这个妈。妈，你也可以不必认我这个爸。妈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姐她一定不会骗我的。喂，妈。西西，妈妈什么都知道了，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。当年如果我们能小心一点，就不会让你在文家过得这么苦。原来商臣要做的事是这个啊，妈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怎么会没事儿？你的胃疼也是因为宁锦造成的吧？你每次见完他都会发作，可想而知他对你造成的阴影有多大。西西，打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疼啊？他抱着你跳楼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害怕呀？妈妈，其实我很害怕，也很疼。对不起，西西，对不起。如果当初两家换回孩子，我们坚持要断绝来往，就不会再一次让你受伤。都是妈妈的错。妈妈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现在你和爸对我很好，商臣也对我很好，还有我大哥也一直护着我，我很知足。你也别哭了，我会很担心的。西西，无论如何，林锦欠了你这么多，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，给你道歉。还有颜昭做的那些事儿，妈妈，无论是颜昭还是宁女士，他们的道歉都毫无意义。只要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那就很好了。好，改天回来吃饭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嗯。大地之上忽然间冒出满树幼年的骨朵。可惜你现在不在这里，
要是在这里的话，我一定会紧紧的抱着你，用力的亲吻你。有人说，不幸运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。还好，我也很幸运，我的亲生父母、我的丈夫、我的大哥，都弥补了我缺失的爱，治愈了。师傅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逛私人定制店？情人节快到了，给你师公定制礼物。哎呦，这恋爱的酸臭味儿！不过我也好奇一个事儿啊，像师公那种老古板，能知道情人节这种节日吗？你可别小瞧人了，商城跟我约会的时候都知道准备约会礼物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好，那就提前先祝你和师公情人节约会快乐。谢谢。你好，帮我把这款表包起来。好，再定制2条表带，一条黑色的，一条银色的，情人节前要。要刻字吗？刻吧。你想刻什么，可以写在这上面。好。Cheers。怎么选了这家餐厅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，也是我们开始的地方。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打开看看。为什么送我礼物啊？是不是想效仿我给我的约会礼物？居然还真让白薇说中了。商城这个老古板根本不知道情人节这种节日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？商总，今天是情人节。刚刚外面那牌子上面情人节那么大的3个字，您都没看见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绝对不会问出刚才那句话，怪不得他总说我老古板。抱歉啊，我没关注到，是我做的不对。你也知道我是律师，斤斤计较的。你既然做错了，那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要看你的手机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就同意了？我自认为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而且你愿意查岗，说明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加亲密了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冲你这个态度，我就知道我选对人了。所以不用看了。不过这个条件可以保留，等你什么时候想看了，你就告诉我。好，不打开看看吗？陈，我定制的情侣表带，刻了我们的名字，晨晨和西西，是不是很般配？很般配，我很喜欢。晨晨，晨晨，你要是喜欢叫，咱们私下再喊。我就是喜欢当众喊又如何？晨晨，晨晨，晨晨。你要是喜欢，怎么都行。
好了，我不逗你了。我带上了。好看。吃饭吧。你好，西西，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不是没有准备吗？这首歌送给我的太太文熙，祝她情人节快乐。願我去揸火箭，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住，活到1000歲，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邊多樂趣。有了你開心啲，乜都稱心滿意，鹹魚白菜也好好味。我與你永共聚，分分鐘需要你，你似是陽光空氣。这个礼物怎么样？很特别，我很喜欢。原本我觉得我们只是合适，现在我觉得我们是天作之合。商晨，我在跟你告白，你没听见吗？听见了，我也认为你是天作之合。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果然小别胜新婚，早知道昨天就悠着点撩商晨了。真是自作自受。喂，师傅，我这刚收到2个消息，一个是你大哥文州回国了，他居然没找我。那第2个消息呢？还有就是宁锦被你母亲找人已经逼回国了。文州现在已经回了文家老宅，应该是准备要对他们3个人兴师问罪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哥真的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了解清楚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你们只需要听，不用发表任何意见。阿周，你有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别弄得这么严肃，别吓着你妹妹。我投资的公司西川，我会将他所有股份都转给西西，再拿出文氏20%的股份转到他的名下，当做是嫁妆。凭什么？就是，文熙都不是文家的，凭什么给他这么多股份？凭严家帮你们养了27年的女儿，凭你们亏待了严家的亲生女儿。那昭昭怎么办？她才是你的亲妹妹，给了文熙，总不能亏待严昭吧？毕竟咱们也丢了她27年呀。更何况连续的变动股份，对文氏的影响也很大。这一点你倒是提醒了。大哥，只要严昭能拿到股份，就等于我们的人。既然2家都已经找回了孩子，那就不应该继续再让外界去误会。我会让文氏发布抱错孩子的消息，让西西代表严家去和商家联姻，文家会送出一份嫁妆，这也算是一桩美谈。
这样对文氏的股价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我不同意。你可是我们的亲儿子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我说了，你们只需要听，不用发表任何意见。你们同意与否不重要。你是非要气死我吗？您放心，如果您死了，我一定会为您披麻戴孝。妈，你没事吧，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是吗？你既要又要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，嫁祸到西西的身上，想方设法的破坏她的幸福，毁了她的名声。你以为你做的这一切能瞒天过海吗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西西永远都是我的妹，我会守护她一辈子。你们最好本本分分的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要是再敢招惹西西，那就试试吧。哥，我结婚了，我的丈夫是商臣。换父母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要换未婚夫啊？如果有人逼你的话，哥哥现在就可以为你做主。不是，当初认亲宴上，所有人都只关注颜昭，顺着他的心意，根本无人在意我的想法。只有商臣看见我了。文小姐，你可以说出你的真实想法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，原来从那一刻起我就对他心动了，所以是我选择的商臣。你现在幸福吗？很幸福。那就好，但你要记住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大哥。等你哪天腻了，想换换口味，哥哥也会全力支持你。谢谢你，阿哥。盼望你沒有為我又再度暗中淌淚。你今天不是有一个重要的合同要签吗？你从现场跑过来的？是啊。为什么？怕你意志不坚定，被大舅哥一忽悠就拐跑了。你的大舅哥说了，你现在呢是实习考核期，要给你记分制。如果你达标了，他再承认你这个妹婿。随时接受大舅哥的考核。态度正确。老婆，回家吧。回家吧。商臣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好巧，我也是。還有眼淚，是人是牆是看到。